下面宣读查获的部分外电外报的报道和动乱分子的传单的题目。第一，部分外电报道题目和摘要。1989年5月18日23时，美国合众国际社报道，驻守在北京以南的38军的将军拒绝调兵入京的命令。1989年5月19日，美国有线广播公司消息，38军不愿采取行动。1989年5月19日20时54分，美国合众国际社消息，38军的高级将领在同中央领导讨价还价。1989年5月19日23时55分，美国全国有线广播公司消息，38军一位将军说，如果派他的部队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他将执行命令，但让他去镇压学生，他却不愿意。1989年5月19日21时，南朝鲜汉城广播电台消息，保卫北京的陆军第38军向当局通报，没有镇压民主示威的意图。1989年5月20日15时50分，台湾自由中国之声报道，第38军从军长到士兵都拒绝进城，他们是好样的。第二部分，部分外报报道题目。香港明报1989年5月22日第一版，10万大军围城情况，称38军拒绝再度入城的命令，军长已被革职而另换新人。香港明报1989年5月21日第11版，拒绝派兵镇压学生，中共以军头被撤职。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5月21日第二版，38军军长辞职，军人表示绝不开枪。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5月20日第三版，共军逐渐接受民主思潮。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5月19日第一版，学生与李鹏谈判破裂，中共调军队赴北平，辽宁两将领辞职拒受命令，称38军拒绝开进北平后，中共正在调遣更多的外围军队前往北平。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6月1日第四版，中共夺权斗争各怀鬼胎，共军内讧爆发抗命事件，称38军军长因不服从命令而遭撤职。第三部分，动乱分子的部分传单。1989年6月2日在天安门广场散发的油印传单，一个动人的故事，即38军军长被戒指的经过。1989年6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散发的油印传单，歌颂伟大的民主英雄，即38军军长。1989年5月21日下午，从北京发往陆军第21军、第19军、第47军军部的同一内容的电报传单，称38军连以上军官一致拒绝镇压和平的人民民主运动，煽动部队不执行命令。1989年5月20日晚，从北京发往24军、27军、28军、65军军首长、军政委、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同一内容的电报传单，称38军拒绝镇压产官岛腐败的请愿运动，煽动部队不执行命令。下面法庭注释外电外报一些报道和动乱分子的传单。
个翻一翻就行了，让他看一看。你可以看一看。看一眼题目。从那往后看，那都是。翻一翻题目，你可以看一看。被告人徐新贤，刚才宣读的一些外电外报的报道和动乱分子的传单题目，你听清了吗？听清了。外电外报及动乱分子的传单说你和38集团军抗命拒绝进城，说你是伟大的民主英雄，从而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政治影响。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由于自己的问题吧，这个对这个动乱分子啊、暴乱分子啊，以及国外敌对势力提供了更多的造谣污蔑这个机会。本来这场这个动乱一直到暴乱，都靠谣言在这支撑着，就是说没有缝，还要盯，中间加上自己这些错误，所以更加是别有用心的人吧，来攻击，来造谣。造成了一些机会。还有吗？没有。辩护人有什么要说的？下面宣读北京军区参谋长周玉琦、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彭翠凤证言揭露。询问责任笔录：1989年10月6日下午，地点85号楼招待所2零饭店。询问人石继祖。被询问人周玉琦，军区司令部参谋长。
问：今天主要找参谋长谈谈，徐违抗命令后对38机动军进行执行检验任务造成了什么影响？主要是在组织领导方面的影响。答：好，我与徐介绍中有关事实我有个证明。徐讲的话也是很明显的违抗命令。我带他到第2作战值班室打电话，是因为时间很紧，让他赶紧出纳命令。徐打完电话，我又让作战部彭部长再给38机动军打个电话，询问一下看是否徐将军区命令原原本本的出纳完了。完了以后，我又建议刘政委也给38军打个电话，看他们是否已明确了任务没有。刘政委也打了电话，这是5月18号的情况。5月19号晚上，听说部队在开进过程中受阻，我仅与军区领导讲明情况，我带几个同志到现场看看。正好这会儿杨主任、保卫干事小胡说，首长也准备到部队看看，做做指示。晚上12点多钟，杨主任讲了当前的形势，讲了我们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38军是个有广用冲动的老部队，徐新英的问题很严重。杨主任讲，参谋长和张主任要都过问一下38军的情况，38军要都向参谋长主任汇报。20号的上午，周司令又正式宣布，刘政委在场，在作战值班室讲的，周述由参谋长委周参谋长带领机关的一起同志到38军去协调组织指挥。问：你们到38军以后，你看到军队其他领导知道不知道徐违抗命令的事？答：知道。我找过王浩一政委，问过徐前几次来京执行任务情况才介绍的人员。王叔与一些老同志介绍过，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反常情况，但有些情绪不动。问：如果没有徐新英的问题，军区会派你和参谋政委去38军吗？答：不会的。为什么别的军都没有派人去？38军当时是个预备队，更不会派人去。10月6日，调查笔录：1990年1月5日，被调查人彭翠凤。问：彭部长，据你所知，许新英的问题发生后，对领导的工作有什么干扰？许新英的问题发生后，上级对38军比较关注，对人们的思想有影响。我们这里有一份材料，你们可以参考一下。5月20号19时，周司令员向军委汇报情况时，此中长说，杨副主席有2点不满意，一是对38军军长不满意，说这是不能容忍的，按过去的说法，应该严厉制裁，关键的时刻不行。周司令员汇报时还讲，北京军区部队第一批计划4万人，其中38军15000人被堵，没到位。113师被堵在长辛店，从保定出发就有1500多名学生躺在地下，没有结果没有到位。问：徐新的问题发生后，38军的部署有什么变化？答：徐建新拒绝这些命令后，军区准备让黄英桥副参谋长去38军指导工作，后又让参谋长委和周参谋长去的。问：如果徐新贤不出问题，会不会让参谋长委和参谋长去38军？答：首长也可能去部队检查指导工作，但与在这一种背景下去，其任务和目的是有所不同的。1月11日，被告人徐新贤，刚才宣读的周玉琦参谋长、彭翠凤部长的证言，你听清了吗？听清了。周玉琦参谋长、彭翠凤部长证明，你违抗戒严命令的行为，严重地干扰了戒严任务的部署。你对
周玉琦参谋长、彭翠凤部长的证言有什么意见？没有。辩护人有什么意见？现在休庭，下午继续开庭，把被告人带下去。先不热的让他给热一下啊，快，凉了就让他热一下。照顾啊，啊。放着别动了。啊？就搁这。放着别动了。啊？行，审判长、审判员入庭。现在继续开庭，传被告人徐庆贤到庭。被告人，你坐下。被告人徐庆贤，你对于起诉书指控你违抗戒严命令的犯罪事实，还有什么要说的？说吧，就对起诉书里面的，对指控你的违抗戒严命令的犯罪事实，还有什么要说的？现在还是法庭调查阶段。这个起诉书里面指控我的这些事实，有这么几点，感觉还有些问题吧，或者不大完全相符，或者有些出入。
一个是起诉书上一开始，辽宁省沈阳市人，小商贩出身。这个呢，稍微不太符合事实，因为城市没有正式划定过成分。准确点说呢，我是城市贫民，因为原来做过店员，做过很小的生意。到解放前是这个全家都以卖青菜为生，所以各种登记上不一样。这个综合这几种各种职业呢，这个应该是毛主席说的那个，基本上属于城市贫民这个阶层。有关一些这个具体的事实呢，这个说是刘政委传达完了以后呢，就表示拒绝带领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这个不完全太相符。这个首长们讲完了以后啊，我是请示完了一些不明确的一些事项，提出了一些建议等等以后，才说到了我请军区最好是直接的传达，或者是表示我不愿意参加，并不是首长一讲完了以后我就马上就表示就是拒绝带领部队这个进京执行任务。再有在调查阶段，这也说到了，这里面多次或者是提到了以后呢，以党的名义发布这个不合适，这个就是不大符合事实了。这我根本没有这样想，也没有这样说。在同一次会议上，首长们讲到说你不通过你军长传达不好吧？我还讲到了，我说军队是党绝对领导的，听党的话。所以这里边就出来一个党的名义发布不合适，由国家这个发布，这个话我怎么样也想不起来，头脑里面从来没有，也没有这样说。这个第四个问题呢，关于讲到什么历史检验呢，或者这一个事情一时看不清啊，还有什么立功啊，或者罪人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这里面整个用一段话连在一起。反正这些话呢，这个前前后后都有，因为中间首长们有些插话，这个不是好像连在一起说的有时候首长说到哪块完了以后呢，我又说了几句话，这样好像整个的这么一段话吧，这个而且说这个的时候呢，这个不是那么很连贯的因为中间首长有话。首长的话主要是刘政委和李副司令讲的，在他们两位讲完了以后，有时候我又再说两句，我说完了以后呢，首长们再说，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第5点呢，就讲到这个什么无法执行啊，什么军委任命我撤我，这个也有点不大那么太准确。而且讲到执行的问题呢，主要是讲到的一个和作战和这个抢险救灾这个做了比较我说作战任务这个阵线分明，是吧？敌我清楚，目标明确，抢险救灾也是一样。说这些任务你这个携带的武器装备，这个好人坏人都混在一起分不清，幕后策划者在哪块你看不清，又带着武器装备，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是怎么执行这不是突然冒出来，然后这样命令就没办法执行
这样这么一说，就好像一听到这样任务就没办法执行，没有前提条件，中间还有很多前提条件，是吧？撤我，这个任命我，撤我，这我如果讲的以后是上级上级可以任我，也可以免我。其他地方还有说到什么，请领导别人吧，什么不能指挥啦。这个，在我的观念里头呢，因为这一个班子是个集体，这一个班子是个集体这个因为某种情况出了一个人，这一个人生病或者有其他情况，但不妨碍这个班子这个指挥。当然有影响，是吧？上午这个出示这些证件、宣读这些材料这有些影响，但是它不会妨碍班子这个指挥。所以这些情况呢，我记不得当时说过了。还有对王富义同志说那段话也不完全是那样讲的讲到了以后，你们执行吧我有些想法跟军区已经说过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讲了，你们研究贯彻执行，没有说什么很多的这个意思是肯定是有了。还有在这个起诉书里面讲，就是以后没有再向军区表示过要执行这个任务。这个在18号晚上，要不以后我也没再讲，就说直接向军区报告因为那天晚上这是虽然比较勉强，但是这个王富义同志讲他要跟军区首长报告，而且我问了，我说首长是不是能理解？你现在再去，你首长能不能信任你？都讲到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以后我就没有再讲。这里面如果说我没有直接的向军区首长表示过参加，这个是事实，但是间接这个表示，这个还是有的。所以这个起诉书里面吧，指控的一些事实吧，有这么几点，我感觉还是有些问题。当然上午在调查过程当中这个有的已经讲到了。完了。公诉人对被告人徐新贤还有什么需要询问或者其请本庭审问的问题？秦先，我问你2个问题第一，4月下旬就是89年的4月下旬，邓主席有一个讲话，和《人民日报》426社论，你看过没有？看过。邓主席的讲话和426社论对于发生在北京的动乱的性质是怎么讲的？动乱极少数人有预谋的。动乱的实质是什么？2个否定。哪2个否定？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当时你清楚不清楚清楚。第2个问题，你是个老军人、老党员，我党我军的组织原则是什么？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个明确不明确？这个明确。当时明确不明确？当时也是明确的。那么作为集团军的军长，对待上级特别是军委的命令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作为一项命令来讲，应该是坚决执行。应该坚决执行。你执行了没有？执行过程当中有问题吧？作为个人来讲，表示不愿意参加。什么时间表示的不愿意参加？会议上和这个完了以后，给刘政委打电话，你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是不是啊？给刘政委讲的是不愿意参加。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问题？你在会上和向刘政委打电话表示那个态度，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不愿意执行这个命令的意思。是意思是行为？这个情况下，当时还讲的是意思。你执行了没有啊？啊，执行了没有？所以我个人就是那么个态度了，这个都已经都调查过了。个人不执行是吧？啊，是个人不执行吧？个人就是不愿意参加，不参加。不愿意参加是个什么意思啊？是给你传达的命令啊。你这个不愿意参加是个什么意思啊？能说得清楚吗？我的发问完了。辩护人，我有个问题问一下。啊，继续问吧。今天你说5月18号以后，虽然没有直接向军区领导表示愿意执行命令，但是间接的讲了。你怎么个间接讲法？你委托38军的领导向军区领导报告你要参加执行任务了吗？当时王福义同志他讲他跟军区报告，所以以后我就没有再问他是报告了没有。你委托王福义给你向领导报告了吗？当时是那么说的，18号晚上就那么说的。谁说的？王福义同志讲的。你说的是吗？啊？你委托王福义讲了吗？因为王福义同志他已经要讲，我就没有再委托他。也就是说的很肯定。你没有委托王福义向领导讲过，是这个问题吗？是。没了。辩护人对被告人徐清贤还有什么需要发问的，或者祈请本庭审问的问题？没有。法庭调查结束。